俄乌战争，美俄首次正面交手。当地时间3月14号，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发布了一则消息：一架俄军的苏27战机在黑海上空与一架美军的 MQ9 收割者无人侦察机相撞，导致 MQ9 坠海失踪。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继俄乌战争爆发后，美俄第一次在空中交手，第一次交手还直接撞上了。请注意，不是击落，而是撞落。那么当时俄军战机为什么会直接选择撞击？这里面的玄机其实还挺大的。综合美俄各方的说法，大兵大概将整个事件梳理了一下。在3月14号东二区上午6点多，与我们所处的东八区有6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昨天中午12点多，美国的一架 MQ9 从罗马尼亚起飞，在黑海上空航行。按照美军驻欧洲司令部的说法，当时这架 MQ9 在黑海国际空域飞行时，遭到2架俄军苏27战斗机的拦截，双方纠缠了大概30到40分钟。期间呢，俄战机多次飞到美国无人机前面，并对其进行倾倒燃油。之后呢，在下午1点左右，其中一架苏27撞上了 MQ9 的螺旋桨，迫使操作人员只能选择在国际水域迫降。由于这样的严重摩擦事件很可能会引发误判乃至激烈冲突，因此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第一时间就向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汇报，美国也紧急向盟国发布通知。俄方则表示，这架美国无人机在克里米亚周围侦察时关闭了识别器，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俄出动战斗机进行识别时，美国无人机突然急速转弯，从而失去高度并且坠落。整个俄战机识别过程中没有发生撞击，俄方也没有使用导弹等武器，2架苏27安全返回机场。那么真相究竟是如何呢？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因为目前已知的信息只能确定美军这架 MQ9 的确是坠落在了黑海，所以具体情况大兵会持续关注，有新的进展呢，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虽说俄战机在黑海上空拦截美军飞机并不少见，但这次撞击事件充分展示了当前美俄的紧张关系，因此比较关键的就是双方会怎么做了。首先可以确定美军肯定是要回收 MQ9 的，因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直是美军的最高机密之一。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军火大国，只要人对，几乎什么武器都可以卖，但是这种无人机却基本是非卖品。所以这次的 MQ9 不管是被撞下来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都是要回收的。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这一重大战利品他们肯定也不会轻易放弃，并且从目前俄方发布的一些信息来看呢，似乎坠落的无人机已经落入了俄军手中，因此美军如何收回残骸就成了一个问题。其次，经过本次撞击事件，美军会不会继续抵近侦察？对此呢，美国已经给出了答案，会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本次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表示，如果俄方公布的信息只是想遏阻或者劝阻我们不要在黑海国际空域行动，那他们算盘就打错了，因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黑海不属于任何国家。这样就会带来第3个问题，目前俄乌战争正处在关键阶段，到底是俄军人海战术在巴赫穆特的9攻之下能取得突破，还是正在积攒北约坦克和装甲车的乌克兰能在春季发起攻势？这些呢都是悬念。本次美俄撞击事件能不能给战争带来变数还有待观察，但如果美军战机持续在黑海执行侦察任务，类似的撞击事件大概率还会发生，届时美俄双方的关系会更加紧张。例如冷战时期苏联著名的奉命撞舰事件，那个事情呢也发生在黑海。当时美国海军约克城号巡洋舰和卡隆号驱逐舰驶入黑海，遭到苏联海军的强烈抗议。在警告无果后，2艘苏联战舰向美舰发出了奉命撞击你舰的讯号，直接冲向了美舰。现在呢，同样在黑海，同样在克里米亚附近，不过呢，从海面变成了空中而已。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朋友认为美俄之间会不会再次出现撞击事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